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 Stella，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在这里，我会和你们一起用最地道的方式学习中文。那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看看我周围的东西，你们就知道了。没错，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我家里的玩偶的故事。它们可不是普通的玩偶，每个玩偶都有着我家人的回忆和故事。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学习词汇、语法的同时，也回忆我们的故事吧。最近我回到了我的父母家，是在一个小县城里。我在小县城里出生长大，在县城里完成了幼儿园、小学。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去了另一个城市，然后又去北京上了大学研究生，在北京生活了6年。毕业了之后，我又开始去不同的城市，很少回到小县城了。在我心里，家的概念很模糊。因为说实话，我的很多同学毕业了之后就有了稳定的工作，但我却一直没有稳定，所以我没有自己一个人的家。有时候自己住，有时候去这个朋友家，有时候去我爸妈家，有时候去我哥家。可能在父母家的时候，归属感是最强的吧。每次看到家里的这些玩偶的时候，都会想起来很多故事。这些玩偶它们可能已经不漂亮了，它们已经过时了，但它们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过时。时间越长，它们越珍贵。先从最近的说起吧。这2个玩偶，你们能看出来是什么玩偶吗？他们是男女朋友。他们结婚了。他们的衣服怎么是红色的？和我们国家的不太一样。这2个玩偶是2023年我哥哥结婚的时候亲戚买的。我有一个哥哥，他和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嫂子，他们在2023年的6月结婚了。在他们的婚礼上，我是他们的主持人。其实我的主持经验很少，主持过一些团体活动，但肯定没有主持过婚礼。但是我哥哥结婚的时候，他和我说，他很相信我可以做好，他非常希望我是他的婚礼主持人，见证他的爱情。那段时间我因为毕业的事情非常忙，但我还是找借口请假回了家。我记得当时回家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然后我马上去酒店练习主持，晚上也没有睡觉。我和我的一个朋友熬夜，熬到了早上7点。我们熬夜剪辑婚礼的视频和音乐。到了第2天正式婚礼的时候，我穿上了新买的裙子，新买的高跟鞋，走上了婚礼的舞台。虽然我哥呢，他是生性比较活泼，外表开朗，但他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在我遇到很多困难时候给我一个安慰的角色。都说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亲，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架，却是彼此的支撑。那今天我的哥哥要和他最爱的新娘结婚，我希望他们不论是在1年后，还是在10年后，甚至是50年后、60年后、70年后，直到永恒。因为爱情不仅是青春时的携手相伴，更是白头到老，近此一生。我主持的时候我忍住了没有哭，但我真的很开心，我的哥哥
终于找到了他要一直陪伴、一直爱的人。在我的父母家，我们把一个房间装饰成了我哥哥的婚房，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们看，整体上都是红色的，这里有红色的装饰，新婚快乐，我们结婚啦。房顶上也都是红色的吊花。这是我哥和我嫂子的结婚照，好看吧？两个娃娃就一直放在他们的婚床上，到现在已经2年了。这个婚房和2年前几乎一模一样，就好像他们才刚刚结婚一样。时间过得好快呀！虽然他们在另一个城市生活，但这个房间好像在一直等他们回来。然后就是这2个小玩偶了，很可爱吧？你们看一看衣服上有什么东西？你们看这个图案，好像有3个人。小熊的脚底也有一个字母 RUC， 蓝色小熊的衣服上也有 RUC。RUC 这是什么？这是我的研究生学校，我的母校。我2年前从这里毕业，它的名字是人民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当然啦，第1、第2肯定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然后就是我的大学啦。很多人听说我的大学之后都夸我，哇，你好厉害，竟然可以读中国人民大学，哇，你毕业之后一定有很好的工作吧，哇，你毕业之后一定赚了很多钱吧。这2个娃娃是有一次我过生日，我的朋友买给我的，这是他们送我的生日礼物，也不贵，一个玩偶100多块，不到200块钱，但是是我在学校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回忆。那个时候的我还比较外向，很喜欢社交，所以有很多朋友，大家在一起给我过生日，我们一起吃晚饭，一起散步，一起喝酒，真的是很放松的时光。后来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变得越来越内向了，越来越不喜欢社交，所以身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少了。现在我的好朋友都是陪伴了我很久的好朋友，新朋友比较少。每次看到这2个玩偶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还是学生时候的自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自己。当然还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我和别人希望的我。现在的我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赚很多钱，社会地位也不高，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和别人希望的我太不一样了，经常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情。看到这2个玩偶的时候，有时候心情也会比较复杂，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点羞愧，觉得我真的是太差劲了。今天我和学生上课的时候讨论了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可能很多人羡慕我的生活，他们觉得我非常自由，但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生活真的很辛苦，得到了自由，那一定会失去非常多，所以就边走边看吧。现在是这一个小玩偶，不大，但是很可爱，是一只小树懒。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动物的正确读音是什么，是树塔
还是树懒。但我知道的是，我的很多朋友都叫它树懒，所以我们就先叫它树懒吧。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疯狂动物城》？这部电影里有一个角色就是树懒，就是他。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要笑死了。他说话说得超级慢，但还是那么可爱。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的名字是 Wembley。我们俩是在2022年认识的，那时候我们一起在一个夏令营工作，我们2个人都是导师，每天带着很多小朋友做活动。在工作的时候，总是有快乐的时候，也有很生气、难过的时候。很多天活动结束后 ，Wembley 和我还有我们的其他的朋友会在一起聊天，分享生活，一起吐槽，一起解决问题。最后，我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对于我来说 ，Wembley 就像一个小月亮一样。它不像太阳那么亮，但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帮助，也给我陪伴，就像月亮一样，不那么亮，但是一直在天空里。它说话的时候也是慢慢的和我分享了很多故事。它就像树懒一样，我也很喜欢树懒这个动物。2022年的时候，我在瑞士留学。虽然一个人在瑞士有自由，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世界，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孤独，因为我没有很多朋友。有一天，在我生日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然后在微信上收到了一条视频。在视频里 Wembley 给我用吉他弹了一首歌， Wembley 也给我写了一封信。在视频里，他也把这封信读给我听。这个视频给了我非常大的温暖，让我觉得虽然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但是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还有一个好朋友在关心着我。视频里 Wembley 和我说他在 Amazon 上买了一个礼物给我，本来可以在生日之前到的，但是他没有想到 Amazon 竟然这么慢，所以和我说对不起，只能生日后再给你了。收到这个小树懒的时候，我超级开心。Wembley 也说他在中国不能来瑞士，所以那就让他的分身小树懒来陪我吧。虽然从2022年到现在也才3年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感觉已经好久了。现在小树懒也在陪着我，只不过陪伴我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然后是这2个玩偶，看看它们是什么。这个是一只小猴子，这个是一只羊。可能已经有人知道了，在中国我们有12个动物代表，12个生肖属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我属兔，我的家人们都属猴。今年是2025年，是蛇年，我家里没有人属蛇。现在想一想，上一个猴年是2017年，上一个羊年是2016年。这2个玩偶在我家已经快10年了。他们俩一直都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家有人来有人离开，只是他们没有生命，只会一直笑。然后是这2个玩偶，现在已经变得有点丑了。一个是小猴子，一个踢足球的小猴子，胳膊很长，穿着 T 恤和短裤。一个是小海豚，我
我记得刚买它的时候，它是圆圆的、大大的、胖胖的，但是现在扁扁的，瘦了好多。但是还是很香，有小时候的味道。小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抱着玩偶睡觉，像这样抱着玩偶睡觉，很有安全感。每次抱着玩偶睡觉的时候，都会睡得很香。可能就是因为抱它们太多，把它们抱瘦了吧。长大之后我就很少抱娃娃睡觉了，因为每天都比较累。所以可能自然就睡着了吧，也可能是自己学会给自己安全感了吧。最后一个小惊喜，你们看这个玩偶有什么用？不就是一个玩偶吗？不是哦，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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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里有一个拉链。对，这个玩偶其实是一个文具盒。上小学的时候，女孩子们非常喜欢这种可爱的东西，我也一样。其实我有很多正常的文具盒，但我觉得我就是要那个最可爱的文具盒。除了这个文具盒之外，我还买过一个松鼠文具盒，那个文具盒真的很像真的松鼠。当时我的同学们都很喜欢玩它，甚至有的同学会很害怕它，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真正的动物。哇，上小学那都是10年快20年的事情了，那时候的我们多快乐啊，不用担心任何事情。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全部内容了。其实我还有过很多玩偶，但是可能有些已经送人了，有些因为太旧了被丢掉了。不管他们在哪，他们都陪伴了我很长的时间。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希望他们可以陪伴我的一生。今天为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玩偶的故事呢？其实不是单纯的分享，我也在回忆自己的童年。不论我们现在多大，正在经历着什么，我们都有过童年。当然，童年有快乐，也有悲伤，但一定有很多回忆，或多或少，这些回忆都存在过我们的生命之中，而我们也一直带着回忆继续生活。看到这个视频的你，如果你家里也有陪伴了你很长时间的玩偶，我也想听一听你和他们的故事。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告诉我。祝我们都带着回忆快乐生活。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你们通过今天的视频学到了更多有用的词汇和表达。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你们可以给我一个 like， 一个 super thanks，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membership。谢谢你们的喜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